在最近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面战打得尤其激烈，经常能看到路上被击毁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几天前，一个视频显示，一辆乌克兰军队的 BTR-4 轮式步兵战车在马里乌波尔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一顿猛射，击毁了俄罗斯一辆 BMP-1 步兵战车。然而几天后，俄罗斯军队和顿涅茨克的地方武装就在马里乌波尔展示了他们缴获的若干辆 BTR-4 步兵战车。与苏联时代旧型的 BTR 系列装甲车相比，乌克兰这款步兵战车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今天火力军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BTR-4 轮式步兵战车。BTR-4 轮式步兵战车由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的莫罗佐夫机械制造设计局研发，由马雷舍夫工厂生产制造。莫罗佐夫设计局成立于1927年，如今仍是一家以军工为导向的国有企业，主要负责生产包括装甲运兵车和主战坦克之类的各种重型车辆。在苏联时期，莫罗佐夫机械制造设计局生产过大量的苏联坦克，包括二战中著名的 T-34 中型坦克以及优秀的 T-54 系列。此外，在冷战时期也生产过 T-64、T-80、T-84 等，当时属于世界先进的主战坦克。因此 BTR-4 轮式步兵战车本身深受苏联时期的 BTR 轮式步兵战车的影响。苏联时期的 BTR 60、70、80系列步兵战车一度是苏军摩托化步兵部队的主要装甲输送车辆。优点是价格便宜、速度快，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后置发动机使得成员上下车不便，要么从两侧车门低姿态滚出，要么从后门爬出，不适合快速下车作战。所以在很多场合能看到俄军士兵宁可坐在车顶上，但这样一来，装甲防护就失去了意义。另外，上述型号的步兵战车的底盘过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开春时泥浆甚至可能漫过车顶的糟糕土路上，不仅开不快，而且很容易陷进去。车体采用承载式结构，遭遇地雷容易被严重损坏，导致车员大量伤亡。而且和西方国家的轮式步兵战车相比，之前的 BTR 步兵战车的火力过于孱弱，难以有效地为下车作战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所以俄乌两国都想研制新型对标西方的步兵战车。俄罗斯先是研制了 BTR-90 轮式步兵战车，但90年代的俄罗斯经济条件一塌糊涂，因此 BTR-90 的生产数量少到忽略不计。在进入21世纪后，俄乌两国都推出了全新的轮式步兵战车。俄罗斯的回旋镖和乌克兰的 BTR-4 和之前的 BTR 系列步兵战车普遍采用的前置炮塔、后置发动机和承载式底盘相比，回旋镖和 BTR-4 都采用了时下流行的发动机前置且炮塔和成员舱后置，底盘采用非承载式结构的布局，成员舱比之前的型号高且宽敞许多。成员可以通过尾门快速上下车，车体也高了很多。车体有防雷结构设计和装甲，在遭遇地雷时可以尽可能增加成员的生存率。同时，较高的车体也适合在糟糕的野战土路上快速行驶。车体尾部的螺旋桨推进器也更方便进行幅度。BTR-4 步兵战车于2006年6月在基辅的军工展览会上亮相，并于2008年投入生产。从2009年开始进入乌克兰陆军服役，但当时由于资金问题，仅下了有限的生产订单。与苏联时代旧型的 BTR 系列步兵战车相比， BTR-4 布局有了重大的变化，更类似于西方装甲车的布局设计。在外观上，与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 PPZ-1 胡式6轮步兵战车十分相似。BTR-4 轮式步兵战车长 7.65 米，宽 2.90 米，高 2.93 米。搭载的步兵通过后门或车顶舱口进入和离开车辆，并且驾驶员和指挥官有位于车体侧面车门。车组成员3人，另外能搭载8名士兵。BTR-4 轮式步兵战车采用乌克兰自行研制的500马力的 3TD 柴油发动机，航程700公里，最高公路时速为每小时110公里，水上最大速度每小时10公里。不含附加装甲时，重量为 17.5 吨，对50至100米内发射的 12.7 毫米口径子弹和155毫米口径榴弹破片的袭击基本能抵御。据报道，在战斗中 BTR-4 多次被大口径机枪、地雷以及火箭弹打击，都没有造成毁伤。据称还可以增加 7.8 吨的附加装甲，例如陶瓷附件装甲和爆炸反应装甲。不过迄今为止，外界从未见过它标配的附加装甲长啥样，日常看到的就是各种简易的格栅装甲。
BTR-4的车体顶部安装有无人炮塔，武器包括一门30毫米 2A72 机关炮，一挺 7.62 毫米 PKT 机枪和2枚最大射程可达5500米的斯图格纳反坦克导弹，采用全新的数字化火控系统，能够摧毁5公里范围内的敌方装甲车辆。底部和成员舱都采用了防地雷设计，且有装甲。成员舱比较宽敞，且采用双侧开尾门设计，成员可以方便地以立姿上下车。不过 BTR-4 也有缺点，在关闭发动机时无法提供电力来操纵遥控炮塔和光电设备。不过对于这个，乌克兰军队早有准备，一台二手的柴油发动机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莫罗佐夫设计局起初计划在 BTR-4 的基础上研制一个涵盖轮式步兵战车、指挥车、反坦克导弹发射车以及自行高炮等型号的车族，不过乌克兰却没有足够的军费去支持其生产。在2014年，基辅亲俄政府被推翻，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以及哈尔科夫公投宣布独立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终于基辅的军队接管了马雷舍夫工厂，少数几辆 BTR-4 被送上顿巴斯前线，进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方武装，在战斗中取得了不错的评价。此后，莫罗佐夫设计局推出了改进型的 BTR-4E， 车体优化了水上航行能力，无人炮塔的火力得到了强化，取消了 PKT 机枪，增加2枚反坦克导弹。BTR-4E 本来是为了满足印尼海军陆战队的需要研制的，最初印尼订购了60余辆，但2016年印尼军方在测试了首批5辆之后，以产品质量不合格，在水中航行时车头严重埋入水中为由，取消了后续订单，转而购买了俄罗斯的 BT-3F 履带式步兵战车。2020年，莫罗佐夫设计局推出进一步改进的 BTR-4 MV1， 车头部分进一步优化设计，采用跳板式尾门，外观更加西化且漂亮了。但是作为目标用户的伊拉克陆军在测试后依旧表示取消订单，甚至连乌克兰陆军自己也觉得 BTR-4 MV1 问题不少，不想接收。客观地说， BTR-4 系列步兵战车相比前代苏联 BTR 战车加强了火力，具备了完整的火控和武器装备，战场打击能力显著提升，也是乌克兰陆军为数不多的现代化装甲车辆。其设计性能指标对标世界先进轮式步兵战车，与俄罗斯的回旋镖步兵战车研制出厂的时间非常接近，但命运却截然不同。回旋镖迄今为止只在阅兵式抖威风，而 BTR-4 则早早被送上了战场。如果可以保质保量的生产交付，完全可以对标俄罗斯的回旋镖步兵战车。可惜这也是乌克兰军工的长期困境。设计水平一直在线，但由于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到制造层面就各种拉胯，产能更是低得令人发指。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如果 BTR-4 步兵战车严格把控质量，能否与俄罗斯回旋镖步兵战车较量？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